顾许啊，我是林老师啊，忙不忙？啊，那正好不忙，晚上来家一起吃个饭吧。哎呀，不麻烦，你师母一大早就买了大鱼大肉的。啊，那好，那好，晚上在家等你啊。好，再见。3号，我们走了。稍等，我先走了，拜拜，明天见。我下班了，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我们魏总等了一下午，现在天都黑了，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我们顾总？不好意思，我再帮您催一下。喂，曼妮，方舟的魏总还一直在等顾总。好的，好的，知道了。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顾总已经下班了。下班了？其实本来可以安排的，但是刚刚他临时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晚宴。那你早说呀！我们魏总一个屁时在这等了这么长时间，你们随随便便敷衍几句，我们就白等了是吗？这就是你们盘石待客之道是吗？一雪，不好意思。你欺负人太甚了！什么临时加的晚宴比魏总比方舟还重要？你好，我找魏明。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我叫顾许。顾许先生，今天有预约吗？哎，不用预约，我帮带大家过去。去呀！哦，好，这边请。从现在起，你已经不是方舟的员工了。让一下。江喜，江喜，哎，江喜，你这是要出去办事儿啊？上次你给我带的雅美加咖啡不错，下次给我多带几盒吧。好，办公室在这边，我带您过去。顾总，进来。魏总，顾总来了。顾总，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我来是想要聊聊 OP One 的，那走，到林总那屋去聊。叫着江喜一起吧，毕竟我们能坐下来聊 OP One，是他一手促成的。那应该的。一雪，叫上江喜。好的。来，顾总，这边，这就是我们产品部。江喜，江喜啊，你真要走了？走了。后会有期啊。好客气，好好干。走了。江姐，再见。江喜，魏总找你。江喜，干什么？魏总让你过去一趟。喂，江喜，顾许去方舟，一切听顾许的。好。顾总在哪儿？你去年在国外把普柳科技卖掉，我就想啊，你肯定是要回国大展拳脚。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顾总，你应该是磐石最年轻的合伙人吧？顾总在我们学校就已经很优秀了。魏总过奖了。
进来。魏总，江喜来了。江喜，自己坐。好。米雪，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先出去，记得把门带上。好。江喜，你做事情怎么总是毛毛躁躁的？那顾总今天要来我们方舟，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弄得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个不要紧，他也都是为了业务嘛。其实我们这一次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是啊，如果磐石加上方舟，那就是强强联手啊。顾总，江喜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业务能力非常强。我们产品部别的优点不敢比，论实干，我们肯定是当仁不让的。我们的技术部和你们已经对了很多次了，但是对项目的推进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产品部一出手，立马就把你请到我们这儿来了。林总，客套寒暄的事情我真不擅长。这样，我这次过来呢，就是想要促成合作的。真的吗，顾总？没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想 OP1的话，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了。那太好了，我上报董事会走个流程，咱们就可以过合同了。没问题。顾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你部门这江喜到底什么来头？居然能搬动磐石的顾许亲自上公司谈合作，这一下把总价砍下来这么多。林总，你还不知道吧？就这样的业务骨干，差一点离开我们方舟。为什么？之前爆料冯凯的事儿，你还记得吧？啊，他干的。冯凯性骚扰他在先，他呢就是一时冲动，本来 HR 那边是坚决要让他离职的。我觉得江喜这样的员工有能力得留下来，我顶了很大的压力，不然就没有和磐石的合作了。有意思。坐吧。跟磐石的合作汇报起来，就说是我谈成的。我跟顾许是校友，谈成合作也是顺理成章，免得费口舌。你觉得呢？合作都谈得差不多了，至于是谁拉来的项目不重要。你跟顾许是怎么认识的？魏总，这好像不太属于我汇报工作的范畴吧？果然，搞定男人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我擅长的事情还有很多，魏总可以慢慢体会一下。你总归在我手底下做事儿，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好好干，等我升了 VP， 少不了你的好处。魏总，总是喜欢把自己的理想跟员工绑在一起，这不叫绑定，这叫绑架。另外 ，VP 的任命还没有尘埃落地。虽然你有磐石这张牌，但是我才是打牌的人。至于这个牌能不能打出去，打出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都还是未知。您说对吧？你说的对，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尽管跟我讲。老规矩，我会替你摆平。魏总，您还是自己多加小心的好。我的事，不用你担心。我宣布个事儿啊，从今天起，江喜正式调回产品推广部。
升任商务拓展主管，负责磐石等大客户的业务。江喜回来了。米雪，我之前的工位被新来的同事占了，我坐哪儿？你坐我这儿。那请你赶快收拾一下，我马上要赶着给磐石出合同。另外，麻烦你把我离职的合同还给我。谢谢啊。林双，你今天是没有看见，那个魏明还有我们办公室那个势利眼米雪当众被打脸，我还要忍着不笑，我都快憋出内伤了。他们俩的脸都被打烂了吧？他们两个也是个人才，当众表演变脸绝技，那个脸色啊，晴雨之间无缝切换，简直可以给他们颁一个奥斯卡奖。林双，谢谢你。我第一次在方舟挺直了腰杆子，第一次没有靠妥协，没有靠示弱。谢谢你，做我的底气。不客气，合作达成了，之后就看江经理的表现了。回头请我吃饭吧。那是必须的。哎，说起来我也好奇，你是怎么搞定磐石，怎么搞定顾许的？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现在正打算去谢谢你的救命恩人呢。哎，先不说了啊。你在这干什么？好巧，顾许。你来看我爸。林老师拜托我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所以我过来跟林老师说一声。老师跟师母年纪都大了，尤其是林老师，刚从医院出来。又得忙里忙外买菜做饭，又得大人情说好话。以后这种事情，你就直接告诉我，别再麻烦他们了。磐石跟方舟的合作，你怎么能想到拉林老师出来说情？真亏你想得出来。磐石和方舟，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2大互联网巨头，他们的合作，怎么可能是我爸一个退休教师促成的？我虽然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疏于业务，但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这2家本来就是要合作，就算我爸不出面，合作也是早晚的事。你怎么就能笃定磐石一定会跟方舟合作呢？我大概研究了一下磐石刚推出的 OP1，它目前是亚太本土最好的技术人才，针对的是头部的 B 端企业。那除了方舟，还有出价能力的静瑞，他们刚刚花了大价钱从硅谷请来了算法专家，所以短期内他们不会成为磐石的客户。那 OP1 唯一的买家就只剩下方舟了，之所以还没有谈成合作，无非就是待价而沽这一个理由吧。判断基本正确，看来你的逻辑能力还在。不过啊，要是没有你出面，那江喜的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你跟这江喜到底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这朋友好大的面子，我替他谢谢你。要谢就谢林老师，我是帮他，不是帮你。不是我怎么看，这江喜也不像是高攀顾许的样子，啊？那你把他想简单了。哎，这江喜是谁啊？她可是我们方舟出了名的花边新闻女王。这男主角前有冯凯，后有魏总。哎，说不定磐石的那个顾雪早被拿下了。相貌好，有时候也能成为职场门面担当，而且学历和工作能力都能后期提升嘛。哎，好一个勤能补拙呀！我觉得你俩刚刚说那个话有点过分了。江喜拉来磐石，年底大家 KPI 都好看，不领情也就算了，干嘛嚼人舌根呢？不是，我是开玩笑，你看你干嘛当真？开个玩笑。没事儿，我不介意。他们刚刚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越是没有本事的人，越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才不介意呢！我要是介意那些，我早就被气死了。哎，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上次帮你找工作的事儿，是我唐突了，我给你道歉，对不起。不过你上次对我也确实有些误解啊，我是喜欢你，但完全没有想占你便宜的意思。我是说，我目前单身，喜欢你是想对你负责。其实，他们刚才也不算恶意中伤我的。其实我能理解，你上次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我也能理解。你说你气质那么突出，生活中、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有心之人想太多，觉得你能轻而易举的获得你想要的，这些都是很难免的，我理解。其实我并不在意。是，有很多人议论我，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传我闲话。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为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超越不了固有的阶层。我承认，在工作能力上，我确实有很多地方不足，但我就是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这种坚持，可能就是我唯一的优势吧。我呢，是想找一个依靠，在这个冰冷的大城市里面，找一个可以给我温暖、替我挡风遮雨的人。你要是有这个资源，我也很愿意走你这条捷径。可惜，不是。魏总，恭喜啊，拿下磐石的 OP1，切切实实为我们减了负啊。以后公司的技术都外包了，那我们这个技术部也没什么饭吃了。陈总开玩笑了，磐石技术再厉害，我们看上的不也就是 OP1 吗？而且和外人合作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技术部和产品部合作，那才是长久。磐石的 OP1 确实厉害，不过也难得我们魏总做产品的还那么懂技术，能慧眼识珠。哦，对了，上次我去江大听了磐石首席专家杜景祥博士的讲座，发现您夫人也在场。我太太那场讲座专业性很强啊，没想到魏总夫人竟然也有兴趣。看来魏总一家可都是牛人啊。行，到齐了，来开会。明明，说说吧。
陈总，技术部先说吧。前面魏总跟我说他有个提案，我觉得挺好的。哎呀，下班了，开溜。累死我了。哎，各位，等一下，一会儿呢，一起去新开的米其林3星吃饭吧，我请客，包厢我已经订好了。另外，我从国外订的红酒和生蚝已经空运到机场了。林月，一会儿打车去取一下。佳怡啊，不好意思啊，我老外婆这2天生病住院了，一会儿下班我还要去陪她，把她一个人扔下，我去吃米其林3星，这样的事情我说不出口的呀。我今天约了凡亚科技的徐总吃饭，不太好碰客户的鸽子，不好意思啊。别看我，我还在赶排师的合同呢。哎，佳怡，我不行，我那个要加班，我那边一脑门子的官司我还没梳理呢。你这么隆重请大家吃饭，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你没啥事儿吧？那个，我可以去啊，就是那家蓝记对吧？听说招牌是港式烧鹅，哎，这我老早就想去了，要不既然大家都没空，那今天就算了吧。聚餐的事，当我没说过。哎，你下班？进来。魏总，您找我？生日快乐！您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你简历上写着呢呀。打算怎么过？我刚回国，也没什么朋友，父母最近也都在国外。本来想请同事们一起吃个饭，就当庆祝了，结果他们都没时间。那生日可不能自己一个人过。作为你的上司，我请你吃顿饭，好像是过了点啊。但是买个甜品祝福一下，应该还可以。走。生日蛋糕好像是小了点儿，聊胜于无，你别嫌弃啊。怎么会？这也太可爱了吧！没有蜡烛吗？用它代替。许个愿吧。这都行啊！生日快乐！谢谢。我一看到这个小蛋糕，我就想起了那个时候我在海外工作那几年，好像也是一家这么大的便利店吧。那蛋糕比这个还小，特别的凄凉。那个时候一个人在海外工作，也没有朋友，工作久了，越来越觉得孤独，人也不能想，你越想越觉得自己特别的凄惨。突然那天，我太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在想，终于今天有人要祝我生日快乐。接了电话，我们俩聊了好久，结果她根本就没想起来当天是我的生日。这也太惨了吧！挂了电话之后，她倒是给我发了一个视频，那是我女儿刚学会走路的样子。就那个视频，我看了100多遍。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魏总，你一定很爱你的老婆和孩子吧？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业务还不是很熟练，那些老外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绅士，那要踩起你来，往死里踩，根本不留情面。我要不是天天想着我老婆和孩子，我估计我都要得抑郁症了。好在有他们2个人做我的精神支柱，我就觉得那日子很快就熬过去了。
哎，今天是我生日哎，被你强塞了一嘴狗粮，忍到吗？你还是单身啊？嗯，回国之前把男友变成了前男友，他是我爸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典型的富二代，当然跟我们家比还是差了一点。他除了天天跟个哈巴狗似的在我面前花式讨好之外，简直一无所长。其实我知道他看中的不是我，而是我爸手头的那点资源。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所以我就果断把他踹了。不过从小到大，我身边的男人基本都是这个德行，怪就怪我有个有钱有势的老爹。我觉得你这是典型的凡尔赛啊！有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魏总，我是真的很羡慕你和你老婆，一起努力，一起奋斗，白手起家，就算是吃了很多苦，日后回想起来，也都是甜的吧？你也没什么好羡慕，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爱你的、值得你为他付出的男人。吃吧。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那得拍张照纪念一下。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果果可能马上就要睡觉了，我就不送你了。我刚才给你叫了车。喂，哎，你好，对，我就在这路口等你。好的，你一会儿到了打个双闪。哎，谢谢啊。一会儿你到家了，记得给我回个信息啊。嗯，好。哎，到了。果果睡了。啊，今天回来这么早？今天应酬简单，工作结束了就提前回来了。我听说同事们在江大厅讲座的时候碰见你了。是啊。家里面这么多事儿，你还有时间去听讲座啊？我打算重新把专业捡起来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等果果大一点，我就重新回去上班。那这件事情我得劝你慎重。首先，我不反对你出去工作，我是怕你太辛苦，在外面受了打击，心里面会失落。我不怕打击，也不怕失落，相反，重新开始学习之后，我更有成就感了。但你的意思是，你之前在家里照顾我跟果果就没有成就感了？要以家庭为重，摆正自己的位置。那我的位置是什么？我的位置就是每天坐在这里等你回家，然后照顾你的衣食住行吗？我为这个家已经付出的够多了，魏明的太太，果果的妈妈，现在我想要做自己了。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但当你进入到了家庭，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履行你作为太太、作为母亲的义务。我特别能理解你，一个人在家久了闷了，可以去健健身，约约闺蜜一起喝喝下午茶。但是你要重返职场这件事情，投入太大，性价比太低。你要追求自我价值，就不顾及到家人的感受吗？果果前2天差点走丢，没忘吧？那你为了做自己就牺牲掉家人，这不叫追求自我价值，这叫自私。从我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被要求做一个无私的人。我现在还就想自私一次了。
家里的事情会处理好，算是专业，好不容易捡起来一点儿，我不会再放弃第二次。现实的巴掌比我苦口婆心会更有说服力。这是我经历的最简单的生日，但我会记得一辈子。很荣幸成为你记忆中的一部分。进来。魏总，您看一下，我们刚上线的那个知识付费平台，目标是为了打造一个用户愿意停留和交互的高质量生态体系。为什么要增加用户激励机制？这样下去，产品会越来越重，内存需求过大，还会造成用户负担。你刚接触这个互联网行业，可能还不太了解。就咱们这个产品，目前正处于成长期，需要解决新用户的留存问题。目前我们就要用这种新的激励方式来刺激用户，从而提升他们的活跃度和粘性。那激励机制有不同类别，我们如何判断应该选择哪种？这个事情啊，你就想，请进。魏总，佳怡，你先坐。什么事儿？磐石的合同我拟好了，需要您过目一下。啊，你放那儿吧。正好，江喜是我们产品部的老前辈了，业务相当熟练。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问他。麻烦了啊。可设置群内激励、成就达成、粉丝积累、活跃榜上榜等活动。你说说，对于奖励机制，你觉得是2选1，还是组合设置？既然没心思专心听讲，就别装着情绪好问了。我也没有这个功夫跟你在这白费口舌。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所以呢？为什么？这还用问吗？你看看，坐在外面的那些人，他们哪一个是平白无故的坐在这里？有的是靠真本事，有的是靠小聪明，但归根结底，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只有你靠的是投胎。我是大股东的女儿没错，但凭我的履历，进方舟绰绰有余。那还不是因为有你爸给你撑腰？就你这得罪人的个性，就算进了方舟，早就被人弄死了。你知道我们职场上最讨厌哪种人吗？就是你这种拿着免死金牌，各种颐指气使，赶不走还得哄着的姑奶奶。果不其你，躲着你还不行吗？当然了，你已经比我们好太多了。你跟我们比，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但是看人嘛，这是一门技术活。要是一不小心看走眼了，你父母给你的那点红利还得倒贴进去，那可就亏大了。
你在哪儿呢？健身房。健身好，保持身材，比你听那些互联网讲座有意义多了。有什么事儿吗？周末你把果果送到外婆家吧，我们公司 CFO 薇姐的生日，我出差在外地回不去，你替我参加一下。生日会，我不想去。一群人吃吃喝喝的，主要是大家拉近一些情感，你就当公司团建了。那我就更不感兴趣了。这不是你感不感兴趣的问题。薇姐的生日向来都是公司高层带着家属去的，有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你要不去，就是我不给人家面子。说来说去，我就是你的面子呗。这不是面子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些消息都是从这些私人聚会上透露出来的。薇姐的生日会，那就是我们方舟的核心圈层，我们快升职了嘛，所以人家才邀请的。辛苦你了，你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恭喜啊！薇姐的生日会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去的。看来这次磐石的合作真的让魏明在方舟的人脉提升了不少。知道你不情愿，但现在不是关键的时刻吗？你总不能现在就跟魏明撕破脸吧？你刚才也说了，薇姐的生日会，方舟的高层圈子不是谁都能挤得进去的。我想要重返职场，没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啊，我不仅要去，我还得大大方方的去，给各位大佬们留个好印象。也许以后都是我的人脉圈子。哎呀，你这觉悟很高嘛，这还是我认识的林双吗？我这不还是被逼出来的？不过啊，这种场合我第一次参加，人生地不熟的，估计踩雷掉坑应该是避免不了了。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的，这些大佬说是参加聚会，其实就是人情，图个热闹。你看见他们，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不过你说的那些未知的坑，我倒是可以帮你测一测。在方舟，大大小小的总裁、副总裁、高管，加起来怎么也有30-40号人。你别想着一次性的就把他们认全，不过关键的几个，你还是要知道一下的。李月，方舟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裁，是个关系活跃分子，在公司地位不一般。这是陈志和他老婆，陈志是方舟技术总监。技术部和产品部向来是死对头。薇姐是方舟的 CFO， 属于方舟的元老级人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要看她的脸色。哎，你看看，去年拍卖会我遇到过一幅，可惜当时没能拿下来。哎，听说他常常对别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就这么个有争议的艺术家，追捧他的藏家大把大把的。你看这幅，前泽有作05年收藏的，我记得当时拍卖价就要480万美元了吧？咱们薇姐呀，真是有实力，有眼光。来，敬薇姐吧，啊，薇姐，你茶代酒。魏明太太吧，这魏总没告诉你时间吗？你来晚了，我们都在这儿聊了好一会儿了。不好意思啊，地方不熟，多绕了几圈，确实是来晚了。大家都到齐了吗？今天的计划呢是晚饭之前运动运动，不过不勉强大家，我自己先去换件衣服啊。走吧。哎，老婆，上次给你介绍那英国斯诺克私教，你后面去上课了吗？哎呀，上了2-3节课，累得人家眼睛都花了。
什么情况？不就是吃饭吗？哪来的活动环节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怕他们。半个小时后到。魏太太，你怎么没换打球的衣服啊？第一次来，没准备。斯诺克这个东西啊，对技巧要求是很高的，第一次都是上不了手的。是的呀，我们也是跟着薇姐练了好久的。魏太，你准备不准备都是一样的，你呢就站在旁边看看就好了。规则很复杂的，你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否则，薇姐。哎，这么难的斯洛克，怕是奥沙利文来了也要为难3分的。老公，输给薇姐，咱不丢人啊！下一个谁来？魏太太，要不然试一下？魏太这身衣服怕是不合适吧？要不然就算了吧。魏总，嘿，怎么才来啊？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哦，魏太太，魏总让我提醒你，出门别那么粗心，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给。啊，知道了，谢谢啊。魏太，现在有衣服了，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好啊。魏总，嘿，怎么才来啊？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哦，魏太太，魏总让我提醒你，出门别那么粗心，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给。啊，知道了，谢谢啊。魏太，现在有衣服了，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好啊。
都是运气。这准备单杆轻台呀。长台进攻哪有这么容易？准确率多低啊！是我的话呀，肯定搏一搏。高手啊！给我一杯水。哎，好的。魏太太，菲姐，给你。你刚才真的好棒啊！您叫我林双就好了。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我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你是江大的？是啊，我是你的学妹，宁小姐姐。这么巧啊！当年在大学那会儿，谁教的你斯诺克呀？其实吧，我没正经学过，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不过他的斯诺克是李丽教的。怎么了？不会吧，我也是林丽教的。这么说起来，咱俩是师出同门啊！小师妹。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你说这魏明老婆球打得这么好，没听说过呀？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呗，一看就知道。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哎呀，你就别说了。行了，你俩别打情骂俏了。回来了，今天怎么样？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不至于吧？不就是一起吃个饭吗？不至于你自己怎么去？我不有重要客户呢吗？这身衣服没见你穿过呀，什么时候买的？哦，好久没穿了，去年买的。口红挺好看的。魏总早。早上好。早上好。妹妹，飞总玩的还开心吗？昨天？哦，昨天太棒了，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我太太朋友不多，您肯带她玩，她开心还来不及呢。什么带不带的？她的斯诺克打得比我好，下次一定要约个时间跟她好好切磋切磋。没问题，那你们随时约啊。嗯。要不是你提前帮我排雷，还临时赶来救场，我现在应该已经社死了。其实这些人啊，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看的都是公司的职位还有利益关系。有了磐石这张牌，魏明升 VP 应该就是这1-2个月的事儿了。新来的那个助理黄佳怡，她爸爸是黄董，魏明最近可是对她殷勤得很。你的意思是，魏明为求自保，想借黄佳怡来讨好黄董？也不一定是自保吧。人心不足蛇吞象，魏明还不到40岁，
他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副总吧？副总之上那就是 CEO。魏明是有点才华和小聪明，当一个副总算是比较匹配的。但是如果让他掌舵全局来领导一家公司，那他还差了点格局。他知道他自己差的这点格局，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来帮他补上。他想让黄董来当这个后盾。魏明的能力嘛，是有一些小天赋，但是论起对付女人，他可是天下第一。我看那个黄佳怡被家人保护得很好，一点鉴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他已经着了魏明的道了。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那这份恩情黄董未必会记挂很久。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那就不一样了。你说魏明要娶黄佳怡？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不是不可能。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不管怎么样，找工作的事情呢，还是得抓紧。对了，魏明的工资还有奖金都是公开的，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我估算出了他大致的年收入。另外，他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回扣也没少拿。我知道的全部都在里面。谢谢，这次帮了我大忙了。司仪说，在财产分割当中，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降低你分得财产的比例。但是如果我能了解他全部的收入状况，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这也算是变相的多分了一些财产。该是你的，咱们一分都不能让。林双，磐石研究室又开始招聘了，你报名吗？当然。魏总，跟您确认一下，咱们是去 T2对吧？对。魏总好。明博呢？公司不是派他跟我一起出差吗？明博突然有点急事，脱不开身，所以公司就派我去了。师傅，出发。这几个月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这么短的时间，除了 Python 语言的熟练掌握，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短板，还研究了 TythonRT，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少。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夫。能够进入磐石研究室，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顾总，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这对于我们磐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顾总说的没错，所谓的平衡其实根本不存在。它无非是取舍和牺牲。
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我想先明确一点：家庭是一家人，取舍和牺牲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家庭成员，甚至包括孩子，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起了责任，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你刚刚这番话呢，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而且，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员工，也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你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你能够胜任？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我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洗漱、更衣。6点20，我准备早餐，叫家人起床。7点15送孩子去幼儿园。8点菜场买菜。8点40回到家里，收拾餐桌，整理衣服，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12点钟，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12点半，午餐结束，我为晚餐做准备。3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直接送到特长班，督促他语数外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5点钟回到家做饭，6点钟吃晚餐。7点半，我给孩子洗漱，哄他睡觉。9点钟，我再重新收拾一遍房间，为第二天早餐做准备。10点，我可以继续学习2个小时。12点，我自己洗漱睡觉。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最普普通通的一天。如果遇上老人、孩子生病，家里突然来亲戚，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另外，除了时间管理，几年的主妇生活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家里人的心理疏导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应该是绰绰有余。你在之前的面试和笔试中分数排名是最高的，所以看得出啊，你的 Spark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是非常的扎实的。顾总，您还有问题吗？如果这次的面试你还是没有通过呢？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其实动机非常单纯，就是想赚点工资。选择做程序员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我开始想起来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过度自我认同而丢失的自己。所以，不管我能不能来磐石工作，我都笃定了会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路上继续前行。恭喜你加入磐石研究室。雷放着磅礴，满满的辉煌，享受着太阳赐予的温暖。它沿着遗憾缓缓地落下，去拥抱脸上释然的笑啊。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我都能去发光，而不是被照亮。他看见，他蜕变，他不屑，他共勉。
江海，明天我就要去磐石上班了。刚开始上班呢，我估计会有点忙，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所以，我跟我们小区的邓阿姨已经商量好了，以后我下班晚，她会帮我接小苹果。这段时间谢谢你了。没事儿。恭喜你啊，林双姐。可这样一来，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啊，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下班晚，路上不安全，我可以去接你。不用，我现在自己开车很方便的。你帮我照顾小苹果，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吧，有的时候就是想每天能听一听你说话的声音，见你一面吧。就哪怕隔得远远的看着也好，我没有别的意思了，我也不是想去骚扰你。江海，我真的只拿你当普通朋友，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作为普通朋友的界限。我知道的。哎，当然了，果果交代的任务，妈妈能不完成吗？跟小朋友们分一下。啊，吃糖啦！哦，谢谢。林双姐，还是拿我当小孩子呢。那你就拿出点大人的样子来嘛。魏总，不吃饭吗？这么严肃干什么呀？我刚才给明博打电话，你硬把他顶替了。这么快就穿帮了？王佳怡，这里是公司，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我没在闹着玩儿，我是真想跟你学点东西。这次出差我也早就跟你申请了，但你最后还是交了明博。我之所以选择明博有2个原因：一，他工作经验比你丰富；二，我们出差办事儿难免要喝酒应酬、加班晚归，他一个男人跟着我比你方便。原来魏总也会搞职场性别歧视。我没有搞职场性别歧视，我只是……所以，不是我做不好，而是你担心我做不好。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你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再说了，你现在没什么备选方案了，我们还是抓紧聊聊项目吧。冒名顶替的账，我回公司再跟你算。先吃饭。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要磕江南几个老牌企业，你回去查查资料，好好做做功课。还有，要跑几家公司、几个地方，所有的路线、车都提前安排好。好的。林双，欢迎你在磐石正式开启你的程序员生涯。谢谢，我带你过去。咱们磐石科技成立于2015年，目前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软件公司，主要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等相关的咨询支持服务。你这次入职的小组呢是隶属于开发中心的，也就是我们研发中心。像我们研发中心现在目前有180多名的开发人员。你也知道，咱们公司可是向来是以技术为核心的，所以啊，这研发中心都是 CEO 的直属。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你看一下。哦，对了，你这边还要下载一个工作软件，就是这个引擎。引擎呢是咱们磐石内部的协作合作系统，像日常的工作沟通以及请假调休之类的，一切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在引擎上解决的。哎，你可以选几个位置啊？就是这边绿色的都可以选。那我就选这个吧。哎，挺好的，可以。来，我带你过去。就是这里。好，我那边还有事情忙，到时候有什么事找我啊。加油！
雨山啊，喂，林双啊，你这个工位啊，正对着 CEO 办公室，无论是上班呢、摸鱼还是溜号，全都越来越规律，能够感受到来自 CEO 的零距离关怀，是我们整个磐石出了名的东水宝地。接水去了啊！下周的产品需求会，所有的流程已经同步到你们电脑上了，自己看一看啊，完全根据这个规章制度走。各部门你们稍微协调一下，好吧？哎，听清楚了啊！散会。林双，产品的需求会。啊，哦。语速这么快，能听清啊？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嘛，多听听就习惯了。散会。不要太能说了。宵夜加按摩，公司加班福利。可惜啊，就是没什么时间享受罢了。哎。不好意思啊，邓阿姨。没事，睡熟了。那我去了啊，我送你。好，那你注意安全，谢谢啊。